恭喜你，完成大老王课堂的学习。怕惹事，如果说被这个印度阿三这边给他恐吓一下，或者说一下，估计他说都跪下来了。他大女儿好歹也是捡了这个大老王这个片，也看了很多这个社会的这个情况，相当于就是说在爸爸的这个羽翼下也有一定的成长嘛，懂得这个社会情况，也没有表现的那么怂嘛，是吧？至少没有哭啊。他说如果按照以前讲，估计是够呛。然后那个当时那个肇事的那个女的哈，就是印度阿三那个开车那个女的下来很嚣张啊，说直接飙话说你疯了吗？为什么开得那么慢？还说他往右拐，还说对方为什么开得那么慢？你为什么撞了我？大家想一下，你一个直行的车，如果对方开得慢，是吧？开得慢你怎么撞上去？这很明显就是你如果说开得很快，你可能撞到直行的，是吧？他居然是开得慢，然后说为什么会撞他？一看就是很矛盾嘛，肯定是两个刮擦了。比如说直行过来，开过去，你这边慢慢的开过去，是吧？比如还要左看看右看看，是吧？看一下这个边上，包括直行道上有没有车啊，是吧？比如说直行的过来之后，反正就是往右拐的话，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肯定要，比如说30公里以下，肯定要慢的，不可能快啊。这一看这个人就耍流氓哈，不是，就相当于就是很蛮横的那种第一句话，然后他女儿就直接就懵了，他说这个如果说是在加拿大本地的白人，他不可能是这样说话的，一看被这个气势给吓了哈。这下然后就说然后后面还居然摇人了，然后他那边被撞了一下，他居然马上摇人，他不是刚刚只是一个印度阿三的开车的女司机吗？后面的还有男的吗？还有一些小孩，可能是是不是后面摇人过来的？印度如果说印度阿三在加拿大那边出了事故的话，他一定会摇人，而且会排成一个队形啊，像这个什么就像那个像那个被打什么飞机被打的那样，站一个雁领型，就是在站在边上给他拍一个造型，然后还来个 PUA，就是让他这个女儿自动认罪。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目击证人，那个其实他当时一个目击证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可能也在路上开车，比如说是对向车还是怎么样开过来，也差点被这个印度阿三给撞了，差点给他撞了。那我估计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他这边是直行过去，然后那边拐弯过来，你这个直行的肯定是撞到他女儿的车了，是吧？撞到他女儿车，撞完之后他是不是往左，就是相应的那个弹性往左一弹，那个比如说对向来的一个车，是吧？对向来的一个车的话，是不是就差点就会撞到对向的那一个车了？那对向车的人他肯定也不服啊，是吧？他是正常走，结果你往左拐，差点撞到别人了，那他不服啊，他就下来理论啊。然后他刚好他车上有摄像头是吧？那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他一看是红灯的状态，就是那个对向的那个另外一个男的嘛，那个人其实也是印度人，但是的话，那个印度人他可能是从小，比如说是那边的富二代，就从小在加拿大长大，不是跟这边这个女的哈，就比较野蛮的这个女的哈不一样，这个可能就是新一代移民，刚去这个加拿大的，所以说那边那个可能是2代的那个印度人。但是他也不讲这些东西啊，不管说，哎，你看你是印度人，他就帮那边没有，他就是首先就事论事，你这个女的开车差点撞到他肯定不乐意。然后另外他主要是看到这个，知道这个女的肯定是闯红灯的，知道，所以说他车上有摄像头，后面举证的时候也是靠这个人，大老王他这个女儿的这个事故的责任的认定呢，起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啊，就是因为对面的那个人有摄像头然后我们继续再看哈这就是我目击证人啊，一肚子的火，他冲过来就说，哎，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你不该闯红灯啊，或者是干嘛哈。
然后就这样了。那警察的话，他当时也不好讲了，因为别人是对象是执行的，是吧？大老王他是估计他那边加拿大那边是不是摄像头调用也要花时间啊，是吧？然后的话，摄像头是不是也没有我们这边这么多啊？然后就是相当于先结了吧，先把案子先给他登记一下，就相当于走个流程，先结下来，回头的话再回去慢慢查。但是他这两个车，他说都不能走了，两个车都要给你相当于就是拖车拉走吧，不能再上路了，为了后面的安全嘛。然后那后面是吧？然后就准备要这个赔偿了，但是他们就说，家里面的人，尤其是张教授就担心了，就说赶快打电话打这个叫做 ICBC 呀，ICBC 可能是加拿大的车险嘛。那大老王说不用急啊，这个过2、3天之后再报也行。看来这大老王是不是以前也有也有产生过这个交通事故啊？这个没必要那么急，先把责任先认定清楚然后让他这个女儿学习一些以后要怎么应对然后就是说叫他平复一下心情，是吧？深呼吸一下然后稍微深呼吸完之后就开始哭了他大老王他就安慰他女儿说，你不用担心啊，这不是你的错这只是一个交通事故，这个是没法避免，你又不是杀人越货等等一些违法的一些，就安慰一下然后他大老王他女儿就讲说，他一下来就 PUA 我，PUA 我就意思就是说是他女儿犯错了，那这个然后的话警察把责任这个事情认定完，就也没有说责任先认定完，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登记完，就先上火之后呢，就让大家一起回家，然后大老王不是前面开车来的吗？就把他大女儿接上了。然后那个印度阿三几个人在那边站在路边上望天刚才是整整齐齐一家，他们可能也是一家人嘛，整整齐齐一家人站在路边上望天然后然后他们就听他们本地话在那边讲，就是可能也是讲那个英语，意思是说他们是就是买的只有一辆车嘛，家里面只有一辆车，没办法，估计是不是要叫一个 Uber，叫个 Uber 叫一个重新叫个车过来接然后刚开始他们准备要分开的时候大老王他有气场嘛，是吧？人就有个气场，这个见过世面的就不一样他虽然说表现得很温和，很有礼貌只是跟那边的男主人那边车主对视一下，然后但是他这个气场是吧？他说只要在温哥华线下有见过他的都可以看得出来，没有表现那么凶，但是他这个气场在那个地方压住那个阿三，然后。印度阿三那边一家之主就另外一个男的看到了大老王之后就微笑的点了一下头，说说的那个英语就说哎呀 sorry 就相当于很抱歉哎呀have a good day have a good day 意思就是说就讲天气哎呀今天是个好天气也非常抱歉so sorry about that 非常抱歉关于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今天太不幸运了 ，This is a bad luck， 今天太不幸了出了这个事情非常非常抱歉，然后就走了然后大老王大老王他也讲了一些也就讲一些客套话嘛，冠冕堂就相当于一个面上的一些话讲了一下，然后大老王讲了2句，走了之后，然后那个印度阿三。他就说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good day 然后那个男女老少都是这样讲都是 Have a good day 然后他女儿就反而哭得很伤心了是吧？说不对呀说老爸你没来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的怎么你来了之后怎么这个脸怎么180度大转弯了然后怎么突然变了个脸然后他这一下开在车上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才彻底的这个就回家了嘛，在路上他那个大女儿心情才彻底的这平复下来然后就在那哭，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这个缓过劲来。那他以后呢他就知道了肯定就是说以后找这个找男朋友或者是干嘛，他说他以后他不是刚才讲他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美国加拿大这个大学很多都是被这个左派的那个势力所这个相当于
控制啊，或者说被影响嘛，所以说他们也是一个非种族主义的这种歧视的这种，然后又要讲究博爱呀，所以说当时你如果去移民过去，还是或者说是偷渡过去怎么样都还是很容易被他当地的人给接受的。然后他的女儿呢，因为他也是读这个大学，所以说他也有这样的观念嘛。但是经历了这一次这个事情之后了，我估计他自己讲的，他可能会改观啊，以后可能不会去跟那个印度移民去谈恋爱了因为他也看到了是吧？这个说不来，说不到一起啊，或者说是你们这个就太野蛮了，知道吧？不够文明啊，是吧？肯定不是他的理想的那种对象了，这个也是受不了。然后大概就是说，就给他上了一个这个现实的里面上了一课吧。大老王当时还会调侃他女儿说：“哎，那当时站到对象来，就是对面过来的那个给他举证的这个人不是不错吗？这个印度阿三，另外一个还给他举证啊。他说那不一样啊，那对面来的那个是富二代是吧？那个是二代移民啊。你前面跟这个第一代过来的这个印度的不一样。”是吧？无论是口气上啊，是不是啊？做人上这正直啊，相对来说帮他出头是吧？也相当于是帮他出头。虽然说是自己有一口气，自己车差点被撞了，但是能站出来把这个说是有摄像头